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是新桃花降临。你即将身边出现的这个桃花啊，它的个性，还有它的工作，以及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等等的，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我们今天呢有3个选项，分别是，这个应该是角落生物，前面2个是角落生物，然后第3个是美乐蒂，这是第1个选项。这个是第2个选项。好，美乐蒂是第3个选项，下面都是寿司。那我们今天呢，要占卜的这个对象新桃花，它可能是已经出现在你们身边中咯，所以它可能是一个你之前就认识的人，但是之后才发展出感情上的一个火花哦。那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以前断联的一个对象，然后后来又重新联系上了，有可能是一个旧情人，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重新开始的一段感情，一段桃花哦。等一下你们就听听看，然后看一下你对应到的这个对象可能是哪一种情况哦。好，那就请大家凭直觉选一组牌，选好的朋友就可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们那一组的解牌咯。好，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1组的朋友，这是你们的牌哦。我们来看一下牌面上有透露出什么样子的讯息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觉得对方啊，他是一个蛮有竞争心的人，就是他可能个性上会有一些好强，在他的工作上，以及在感情上，就是假设他在追求一段感情的时候，身边是有竞争者的话，其实他不会放弃，还是会想要去竞争的。好，那同时啊，他也是一个蛮有责任心的人哦。也就是说啊，我觉得他在工作上，他是一个蛮可靠的人，就是他的同事以及他的上司啊，愿意信任他，愿意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让他赋予一些重责大任。他是一个就是比较有踏实、比较有定性、有责任感的人，同时在感情上的责任感就是他不大会随便去承诺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他是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不大会去风花雪月，或者是讲很多的甜言蜜语不切实际的话，他是一个蛮踏实的人。那再看一下
同时啊，对方他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就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在个性上啊，假设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吵架的情况，他可能会转念。不会一直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负面的情绪，他常常会去想一些，比较开心啊、甜蜜的回忆来冲淡那些吵架的情境。而且啊，他在问题中看见的是解决方案。假设有一杯水，然后他只装了半满，他会想说，这瓶水啊，它有一半是满的。那比较负面的人，或者是说比较悲观的人，可能会想说这瓶水，有一半是空的，但是他会看到水是有一半是满的，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哦。这张牌画的是一个山脉，在天空上啊有一些行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所以对他来说呢，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虽然很困难，但是他会看到这个困难背后的机会，是有机会成功的。那虽然很困难，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他是能够克服的。好。同时啊，这个人他很有好奇心，也就是说，他对不同的人事物是充满好奇的，他就会喜欢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有的人邀他去登山啊、滑雪啊，这种上山下海的事情，他之前没有尝试过，他不会一开始就很害怕的拒绝，他会不排斥去体验看看别人跟他说的事情，同时啊，他对你也是非常有好奇心的。因为上一张牌大家有看到出现了2只野狼，他们一起啊在溪流边玩耍，2只不一样颜色的一个野狼哦，有一只是比较灰色，然后有一只是比较棕色的野狼。这张牌代表说，他其实是对你充满了好奇心，然后他见到你的时候啊，就内心蛮火热的，是很有热情的感觉。他会想要带你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一起去经历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哦。然后，他同时啊，在感情上很重视一个安全感。这张牌他画的是，一只野狼，它在一个草丛中躲起来休息了。那它只露出一节尾巴，然后这节尾巴是毛茸茸的尾巴，然后松松软软的垂下来的尾巴。这代表的是它在这个地方，它觉得非常的安全，这是一个它的私密的小天地。他在感情中很需要这个安全感哦。同时啊，也代表着说他会注重，会给你一个比较踏实安定的感觉哦，像是你传讯息给他，他会回讯息，只要他有空的时候啊，哪怕他在忙，他可能就是发个贴图啊，就是一个简短的回应。那如果啊，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应你的话，他会直接告诉你，他之前在干什么，他就是不会很避讳的告诉你说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有所隐瞒。这个是对方给你的安全感，那他同时啊也是蛮希望你们有给他相对应的安全感，像是跟异性划清界限啊，以及知道有所分寸，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然后主动告诉对方说你要做什么，接下来可能有一段时间要去远行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会主动告诉对方说你在哪里，不会好几天就消失不见，找不到人。好，那这个人他同时啊是一个蛮注重传统的人，这个传统啊有代表的是他家庭跟家族的一些传统。这边呢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对方的一个好像家庭的这种体系，或者是一个
一个传承下来的文化啦。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如果两个人是要走长久的话，最好呢是双方家人，或者是说他亲近的家人，他是希望可以互相的认识，而且是互相的支持的。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状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那他在感情观、在家庭观上也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他会依照一定的这种流程在进行，然后如果是适合的对象啊，他会想要去走一辈子。比较不是那种就是在感情上会想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这种东西的人，或者是说去到处接触很多异性的朋友，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个是你遇到他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他之前该尝试的、该体验的他都体验过了。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想要定下来的人，他的这种心态上是属于比较成熟的。这边有一张牌啊，叫做重新开始，就是重新出发的意思哦。画的是一张野狼，它缩在一起，好像在休息，然后牌面上有一种比较灰蒙蒙的一个感觉哦。我觉得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可能是有经历了一段他人生中的低谷，他可能在生活中、在感情中有犯过错，他有背叛过他人，或者是他有遭到他所爱的人背叛哦。那他可能有那种被很信任的人陷害啊，或者是背叛的这个经历，可是他应该依然是保持着这种很乐观的前进的心态哦。所以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很难过或者是很低潮的事情啊，可是他走出来之后，他其实是可以笑着就带过的。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是在这种重新开始、重新出发，就是走出低潮的那个过程哦。好，那再看一下对方的生活啊，其实是蛮丰富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喜欢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有关哦。在他的这个小天地，这只野狼戴了一个帽子，一个那个皇冠，就是在他的这个小天地，其实他就是他的国王，可以说是他在他的这个内心世界，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生活圈里面，他是很丰富的。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兴趣啊，可能是运动，可能是追剧，可能是就是买东西，或者是他喜欢打游戏，或者是他喜欢看书，喜欢上一些课程，喜欢学习等等的。总之呢，他是一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对于生活是有想要去探索的，不管这一方面是吃的也好，或者是实际上的一个知识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在他的这个生活中经营的很丰富的人，就是他在他的小天地，就像是国王，就像是皇后一样，他其实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然后也把日子过得多彩多姿，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好，这一张牌是 book、shoe、house 房子。这两张牌啊，其实书啊代表的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是蛮喜欢在知识上进行探索跟学习的，在这个知识层面或者是这种技能上去精进。他有可能外表上看起来像是这种学者，或者是说他懂很多事情，你问他，他竟然会知道，是蛮特别的。然后这个书啊，也代表的是他的一个价值观跟信仰的体系。所以啊，你其实它是需要去被打开来。当你打开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有蛮多丰富的东西的。
那必须要说的是，就是这本书它是一个真实的书，所以你们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啊，你其实可以拿掉你所谓的美颜滤镜，就是你不要透过一个好像滤镜去看它哦，就是你要用真实的眼光去看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哦。那因为这个书上的东西啊，他写在上面，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不会变的。要怎么解读，其实看你。有的人可能会，比如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那当你热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很棒。那但是当你优点的反面就是说，当你深入相处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觉得，这种主见会不会变成一个控制，或者是固执难搞呢？那或者是说，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少谈论感觉的人。那你就是热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性格的人哦。但是在深入相处的时候啊，你可能又会觉得，这个性格啊，是不是会变成是不表露感觉，反而变得是一个冷淡呢？所以其实同一件事情啊，都有一体两面。这张牌的出现啊，其实有提醒你们说，请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尽量以真实跟持平的眼光去看待他，并且是发掘他真正的优点，就是同样一个特质，看你要怎么样子的解读它，尽量是以比较持平，甚至比较好的一面来看待它。好，接下来出现的这张牌啊是房屋。之前有说过嘛，他是一个很重视传统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那种会，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能力买房子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有房子了，这个房子可能是他自己打拼下来的，或者是在家庭中父母就是会帮他准备，或者是会协助他等等的。那基本上他心中啊是会想要有物质上实质上的这个房子，因为他就是觉得结婚之后呢，就是要有一个安稳的地方住。他的观念就是比较传统，比较不是属于说我可以到处租房子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他还是比较喜欢安定安稳，有自己的家。他会希望跟日后的这个伴侣啊，跟你啊，两个人有这种安稳的地方，有一个房子哦。好，那这个代表是你们的这个书啊，价值观。书的这张牌代表的是三观啊，刚刚有说过嘛，你们要持平的去看待他性格中的每一个优点跟每一个缺点哦。因为有些时候啊，在深入相处的时候，本来的这个优点啊，可能你会觉得是缺点。那同样的，本来的优点啊，也可能本来的缺点啊，也有可能是优点。所以，总之就是不忘初心啦。对，你要常常想起当初的这个初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字卡的部分哦，有什么额外的讯息？好，第一张牌啊是命中注定。这张牌其实是要说，你跟他的相遇一定会发生，这是一个必然的。可能你在跟他认识的时候啊，你当时有其他觉得不错的对象，你也有去认识其他人，可是不知道怎么样就阴错阳差的没有继续了。或者是说他这边啊，可能也有人介绍对象给他，或者是他有认识对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好像突然就冷淡了，就渐行渐远了。因为你跟他的相遇啊，是命中注定，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是一定会相遇的。好，
那第二张牌啊是务实稳定，刚刚有说过嘛，他会想要去买房子，想要去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跟安稳的家庭哦。好，他是一个有人生规划，而且是一个比较务实跟稳定的人，所以综合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人算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工作认真而且是一个蛮有责任心的人，就是也是追求一个务实跟稳定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哦。同时啊，他的这种生活啊，可能也是蛮规律的，就是他会去同一间店吃午餐，然后他可能常常会点一样的餐点，或者是说啊，他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去上班，那他下班呢会固定的去运动，就是他的行程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也是一个蛮自律的人。那这种自律啊，有人生规划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特质。他是一个注重安全的人，就是说，嗯。他在生活中、感情上其实也是一个蛮追求安全感的人，就是他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啊，不大会去超车或者是违反一些交通的规则吧。然后在小细节上也是蛮注意以及蛮要求的，就是他会把细节都做好。那把细节做好是为了避免说，因为有一些疏忽可能会酿成灾害，就是他会把。比如说，他停车的时候都会停得很好，或者是当他在使用器具的时候，他都会好好的归位，以免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可能东西会掉下来等等。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在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啊，他都会去考量的人，因为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个性，同时他是有自己的一个人生步调跟节奏的。好。他可能是一个在年纪上比你大，或者是年纪小、比较成熟的人。对，那看一下渐入佳境哦。好，我觉得这张牌啊是说，你们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中，中间是会碰到磨合的。但是这个磨合啊，会慢慢越来越好。就是你可能，也许一开始啊，并没有。就觉得就是他了，可是你会随着越来越相处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习惯有他的陪伴，就是会觉得在相处上会非常非常的舒服。那又因为本身他年纪可能比你大，或者是说他的个性上比较成熟，你们两个在吵架的时候，他其实是愿意会先放下身段，去哄你啊，去安抚你，或者是他去道歉，即使可能不是他的错，在感情上他是蛮愿意去沟通的。那这个沟通是因为他在乎你，所以他不会把你去晾在一边。他是一个很注重亲密关系的人呢。觉得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对方是蛮需要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结合，就是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体验啦。对，好，再来看一下。其实他的牌啊，出现的讯息都是蛮相同的耶。就是这个人，就是感觉上有一点就是这种务实啊，有责任心啊，可能有一点，他不大会说甜言蜜语，甚至有一些人遇到的可能是比较木讷的人，可是就是一个。还蛮适合作为长久发展的对象，一个很实在的人呐。那也是一个蛮有规划的，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视这种传统的人哦。所以我觉得他在花钱上是有规划的，他会去，甚至会去告诉你他有什么样子的打算，然后有什么样子的计划，他要怎么存钱呐，然后要怎么投资等等的。
在这个重视家庭啊、重视传统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对方也会蛮希望你可以就是早一点，就是双方的这种亲友啊，或者是重要的家人都要认识跟见面，因为与其交往很久，然后闹家庭革命，就是不如他一开始就会把你介绍给他重要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等等，这个也是他生活规划的一个部分。好，最后一张牌是不经意的一个贴心哦。就是这个人他会记得一些你不经意提到的事情，比如说你爱吃什么，爱做什么，那一些小习惯等等。很多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你有跟他说过了，可是他都记在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蛮讶异的。那他可能是那种他会看着你做你喜欢的事情，他就会很开心，然后为你喝彩的这种人。那有些人的贴心可能会表现在比如说你喜欢吃某样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你住的这个城市区域没有卖，他可能是要去开很久的车才能买得到的。如果他是没有这种快递宅配等等的，他也愿意去为你排队去买你喜欢的一个东西来送来给你等等的。如果你有跟他提过的话，他就会尽力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第一组的牌的你们这个人他是一个不大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是你绝对可以在相处的过程中感觉到他的真心。那他之前可能有经历过一些情感的创伤，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情感的结束，或者是被劈腿，那或者是说他曾经犯了错，那有的人可能是结束了一段婚姻的关系。也因为这些经历之前的这个生活的历练，让他变成是一个很成熟的人那他愿意去面对他自己的一个挫折，或者是说过错等等的。同时他是一个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他也很卖力工作。那在职场上这种人的个性可能他是一个蛮会忍耐的人，就是不太会去推掉事情他会属于这种是往心里压抑的人，他还蛮会忍耐，而且会自我消化的。有的时候会把负面的情绪就默默的扛下来，或者是默默的吃下来，所以你们可以适时的去为他抒压跟开导。那他其实这个人他其实一见面的时候就是会对你们有好感但是因为一些状况他会比较压抑住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是就是阴错阳差等等，两个人可能一开始没有发展的非常的顺利，可是到最后会渐入佳境，因为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的这个价值观、信念、信仰，双方的三观其实都蛮相似的，很相同，所以在相处上就会像朋友一样的舒服。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有一些阴错阳差有一些磨合，或者是说对方一开始没有敢那么主动等等，就是有一些状况不会一开始就很轰轰烈烈，但是绝对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一个过程。好，以上就是第一组的桃花咯。这个桃花不知道你们听完之后，它已经出现在你们身边的了吗？或者是这个是一个你们可以期待即将要出现的人好，那以上就是第一组的解牌咯，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那如果你有遇到这个人的话，也欢迎在下方分享你跟他的一个相处过程，以及你们最后实质上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以及你们之间是怎么认识的等等的。好，
那就祝福大家咯，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解牌。Hello，我们来看到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桃花对象啊，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好，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基本上第一张牌是 entrepreneur， 他是一个蛮有企图心的人哦，他可能会有就是他在脑袋里面可能会有做生意的想法，或者是他会想要去自己创建一个工作室，或者是经营他的一个副业。那有的人呢，他则是会属于那种比较积极在学习投资理财，或者是他会去争取更多的薪水、更高的职位。就是感觉像这个人，他是一个不会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安逸，他是一个属于会想要去认真跟打拼的一个人。他对于生活中是蛮有企图心跟动力的。那当然了，这些事情啊，创业啊，或者是升迁等等，都是蛮辛苦，就是在生活上会有很多的压力。那如果呢，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能够理解他，并且支持他的话，对他来说啊，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蛮有远见的人哦，就是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考虑的比较长远，不会只有眼下的3-5天呐，他会考虑的是3-5年，甚至是10年以后的发展，以及他现在说的这句话，做的这件事情对他的以后，对你们的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也就是说，可能他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会很考虑，如果以后要换屋啊，或者是目前这个地段、这个区域的发展等等的，选择2个人的居住地的时候啊，如何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也都会经过这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他对于他的人生每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他都会想得很清楚，并且会，想要去这样子的达成。比较不是属于一个很随性的人。好，那同时啊，这边也看到对方是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知道生活，感情啊，并不是只有很浪漫的这种事情。觉得他也是对于这个实际面，就是物质上，或者是面包啊，或者是2个人实际走下去的个性等等的相处啊。一些细节，他其实是一个蛮实际的人诶，这跟他原本的个性蛮有关系的。好，这边2张牌，第一张牌讲的是他的 ambition， 就是他的那个，他本身我觉得跟前面有点像，他就是一个比较有雄心壮志的人，他的脑袋中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要去实现的事情哦。假设如果有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外派等等的，他也不会拒绝，或者是有更好的发展，他都蛮愿意去挑战的。然后这边有看到说，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啊，他可能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哦。这个过渡时期是，由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中间的一个交替的过程，可能是他的事业啊正面临一个转换，或者是他的公司的制度啊在面临新旧制度的交替、组织的改组，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转职，或者是感情上的一个过渡，告别旧人，迎接新人，或者是正式和一段牵扯很久的感情画下句点等等的，是在他人生中的一个过渡的阶段。那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走出这个过渡，因为这边有看到一只野狼，它正在舔舐的伤口，它正在疗伤，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孤独舔舐伤口的状况，所以很有可能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有一些
伤还没有好，可能是来自于他前一段感情的一个挫败或者是失败，他还正在处于一个比较混乱，或者是说要独自去排解这个情绪的一个时期哦。好，同时啊，这边也看到对方。你对对方来说，大家有看到有2只野狼吗？这只野狼是灰色的野狼，然后呢，还有一只是棕色的野狼，2只野狼碰在一起了。你跟他碰在一起之后啊，他会觉得，就是你对他而言是蛮有吸引力的，他会很想要接近你，而且这个接近是就是可以实际的触碰到你，见到你，跟你说说话，就不是只是网络的，就是他会，很需要这个肢体上的碰触，可能是拥抱啊、亲密关系等等，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对他来说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人，也是他心灵可以安定的一个力量。然后我这边还有看到一点就是，情绪比较平衡的人，那情绪平衡这点还蛮要紧的，就是他不会突然的暴怒，就是一言不合就摔东西，或者是说他是那种有的人是压抑了很久之后，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爆发。那看起来他的情绪能量是比较平衡的，就是他懂得去排解掉他的情绪，他不会把工作上或者是学业上的不愉快发怒到你身上，或者是迁怒于你哦，也不会在外人面前可能一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很温柔、很绅士的样子，很有礼貌的样子，但是私底下会对你有一些颐指气使，或者是很凶，就是他不会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他的样子交往前跟交往后是比较一致的，那这个是来自于他本身情绪上能够达成一个平衡的状况。这个其实在长久相处而言，长久稳定的发展而言是蛮重要的一环，很重要的一块哦。好，然后我在这边有看到他的内心其实他在外面可能是属于那种敢冲很敢拼的人，但是他内心有一块很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有很天真的一面哦，他保有小孩子的纯真，这个纯真可能和他的年纪不大相符他可能会喜欢去玩一些就是孩子才会喜欢的一个游戏，或者是说他说出来的一些话，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天真、很可爱等等的。加上这只野狼，它在外面也许是很威武的，或者是很成熟的，是有它的一个样子，很端庄的一个形象在的。但是它却在私底下，他却会去闻这一朵小花，就是感觉上有一点反差哦。他在外面的样子跟私底下的一个样子有点不一样，然后他是有非常纯真、非常童趣的一面。好，最后呢，我会觉得你们俩的个性比较像是互补的，一个比较热，一个比较冷，或者是一个比较理智，一个比较感性，一个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感性，一个话比较多，一个话比较少。那在这样子的互补过程中其实你们是可以去达到一个平衡的。那要有耐心，慢慢的达到这个平衡。同时你遇到他的时候，也要有耐性的等他疗伤，等到他从洞口中走出来。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一个相处的其他的细节。蜜蜂，好，第2张是花朵。
大家有看到蜜蜂是非常勤劳的昆虫，它会很努力的去采花蜜，然后准备食物啊、筑巢等等的。那这边有花，所以这个人他绝对是在物质上，他会是一个蛮努力去争取，并且他是那种蛮勤奋的人。同时啊，我觉得第二张牌出现这个花，很可能是说，你未来这个伴侣啊，他是会在某些地方节日的时候会很浪漫，他会用花来布置成一个美丽的场景，或者是他会给你惊喜，会送你花。有的人是本身你这个伴侣他是喜欢花朵、喜欢花草、喜欢植物的，然后蜜蜂采花，它是会去努力赚取这个实质上的金钱面包来回到这个家里，就是会给另外一半很好的实质上的一个支持。刚刚有说他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在物质面上，而不是这种空口说大话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字卡咯。好，对，他是一个能沟通、脾气好的人。我觉得这个跟他的情绪上的平衡是有关的。他会有方法去排解他的情绪，比较不会迁怒，以及把不好的能量、情绪带到你身边。他是一个欣赏真实做你自己，就是欣赏真实的你。他欣赏真实做自己的你。在他眼中的你是很特别的，即使你认为你自己很平凡，但是他就是觉得你很棒。当你不小心贬低自己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没有啊，你在我眼中就是最棒的。”在你生活、工作不顺遂，或者是感到不开心的时候，这个伴侣、这个桃花，他会属于那种当你听众的人，而且他会做你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后盾，因为他就是欣赏你真实的一个样子，你不用太刻意去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就是好跟不好，还有缺点等等，他都可以去包容。你素颜也好，打扮也好，你穿吊嘎，你穿这种背心，或者是穿着衬衫、西装笔挺，他都喜欢。好，他眼中的你是非常特别的，对，他眼中的你就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很棒。会照顾人，他是属于一个会照顾人的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在你月事来 MC 来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特别注意，或者是会帮你准备巧克力或者是黑糖水、温暖的东西等等，类似这种细节上，或者是他会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特别准备给你。有的人可能是他会看到你生活中有什么缺漏，就会主动的帮你补，就是买一些生活用品给你等等的这种照顾。有的人的照顾他是属于爱屋及乌的，不仅照顾你，也会照顾你身边的一个家人。好，反差萌反差萌很可爱，刚刚有说过，其实他在外在可能是一个像是这种企业家，比较有魄力、企图心的人哦。可是其实他内心有非常纯真、非常像小孩子的一面哦。这个就是他的反差萌的部分，就是他的外表可能看似很聪明，其实内在却非常的这种呆呆的、可爱的、傻傻的样子哦，他常常会说出一些很奇特的、傻傻的想法，让你有一种违和感，还蛮可爱的。好，这个人他是你的双生火焰镜像灵魂，这个桃花哦，就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会觉得蛮多地方会默契十足，即使你们的个性是互补的，可是怎么
好像两个不同的人，可是却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彼此很有默契的地方。可能你们的成长背景啊，或者是年龄啊是有差距的，你们有的时候会像从两个不同的端点移动在两个不同的端点，然后移动在一起。那一路上经历了一些事情，最后啊，终于让彼此相遇了。那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好像缘分这么奇妙，把他送来到你的身边。当你遇见他的那个时候啊，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像世界开始转动了，你的人生会发生改变。这个改变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直觉说，这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美好程度可能会超过你以前的这种体验跟体会，因为它会是你的双生火焰哦。好，接下来呢，最后一张字卡是你最强大的后盾。对，刚刚有说过啊，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属于，当你在低潮的时候，特别是在经历一些人生重大困难的时候，包含是你的这种转职啊，或者是家人生病啊，或者是你要搬家，你要转换一个跑道，你要去异地等等，你可能要学习新的语言呐，面对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会属于是你最强大的一个后盾。假设你们是共同要决定要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是说你要去前往他的国家，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生活，不熟悉的城市生活的话，你在那边没有亲人，或者是也没有朋友，我觉得他是属于那一种不会丢下你不管，而是会想办法介绍他的朋友给你认识，然后也会帮你规划好路线，就是一一告诉你说这个附近有什么，然后你可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然后他会帮你设想周到的这种人。那假设你是属于这种也是蛮有事业心的人啊，他其实不大会扯你后腿，会默默的在后方当你的这种安全气囊。对，当你有什么强烈的反弹撞击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外在遭遇不愉快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好好的接住。那总结来看呢，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对他来说啦，对这个人来说，对这个对象来说，其实幸福的时光啊，就是可以彼此成为彼此的后盾，特别是在他工作，他要往前冲，他要去赚取更多金钱，更多自我实现，以及为两个人未来奋斗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的后盾，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后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幸福对他来说，就是彼此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彼此一起成长，然后在一起可以疏解彼此的不开心跟压力哦。那有的时候，就算静静的陪伴对方不用特别说什么，这种心意其实都能够被传达的，就像这张牌一样哦。两个人互相的看着彼此不用特别做什么，这样子对他而言就是非常重要以及宝贵的一个时光哦。有的时候还不需要太多的话，对。特别是我觉得他会给你们蛮多实质上的一个照顾，也许他不但会用言语说，可是他会很实际的去做，在生活上，我觉得你们应该遇到的时候就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好，以上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这个桃花的一个特质以及相处的过程哦。那如果你们
有遇到这个人的话，请好好的把握，并且思考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人，你要不要跟他继续走下去，或者是你要不要跟他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哦。好，那就祝福选到第2组牌的观众朋友咯，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这是一个很棒的桃花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3组，选到美乐蒂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好，首先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我觉得，你这个对象啊，他本身是一个蛮喜好自由的人，他是一个需要空间的人，同时啊，他在感情里面是非常遵照他内心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内在的声音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恋情不被家人祝福，受到周遭的人的反对的话，他会努力去试着说服他身边的人，证明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如果说服不了的话，他也是会坚持他自己的一个感情的走向，生活上的一个选择，包括他的梦想跟感情哦。他甚至可能会带着他喜欢的人，跟他喜欢的人一起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如果没有得到祝福的话，就是他其实是有这种为爱走天涯的勇气，他其实是蛮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决定了就会坚持下去。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他充满了勇气在生活中，也就是说，他不大会害怕别人的一个质疑跟挑战哦，他比较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同时啊，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属于蛮怀旧的人，就是他会去怀念一些过往，假设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过重要的记忆的人，他其实都会把它放在心上。那对于你跟他未来成为伴侣的时候呢，他其实会试着努力的去保留两个人感情的一些甜蜜的记忆，保存一些珍贵的回忆，就像是他的照片啊，或他可能会用一些方式记录你的生活照片、影片等等，或者是手写下来，记录两个人的美好时光，一起吃过的美食，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风景，以及各种一起陪伴的这种温暖哦，对他来说呢，都是不可取代的回忆。就是他是一个蛮重视这些的回忆以及情感这些时光累积成的东西的一个人哦。那在这边看到啊，你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的眼睛这边有3双眼睛哦，都在看着你，他会想要把你里里外外都看透。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很想要一直盯着你看，眼睛都离不开，甚至是比他之前遇过的所有的对象都还动心哦，所以就是把他一下子目光就必须看着你，把他吸引住了，离不开这个人啊，他其实还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蛮有显化能力的人呢，就是他会试着把他生活中的梦想跟目标实现出来，而且他这种显化感觉上是蛮轻松的，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吧，在工作上很容易受到提拔跟升迁，或者是说刚好有这个位置就降临到他的身旁，然后也有可能他在考试的时候，也许这个缺儿就只有一个，那原本的人就是放弃了，他就录取上了，就是他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蛮幸运的事情发生，他有这种直觉上的这个显化的能力哦。他到目前为止啊，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他在他的这个世界中，并不是空白的，而是这种小有基础的，已经有一些累积，已经有一些打拼的成就在了。然后这边画的这幅景象啊，大家可以看到太阳是微微的从山谷中露出脸来，那
近景呢，这个前方的景色有一些树木跟这个小小的河川溪流正在流着。这个景色是非常平静，而且是很美好的。而太阳正要升起哦，所以它是前面已经有一些积累了。那它好像正在一个旭日要高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你遇到它的时候，它的这个状况是还不错的，而且是等蓄势待发的，就是正在继续往前进的这个阶段。好，那同时要注意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在会比较多想法跟情绪的人哦，就是他有的时候啊会在内心好像算是有一点自我交战吧，就是他内心可能会有这种小恶魔跟小天使，或者是会有两个声音在拉扯，就是我觉得他的内心可能有一点就是情绪上的困扰，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平静，他的内心常常会有出现这种自我批评，或者是自我判断、自我要求等等的一个历程啊。那这部分也许你们可以就是协助他，给他多一些正面的一个鼓励。那基本上啊，我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他会蛮需要有人在他身边，就是特别是陪着他一起如果是在他陷入这种情绪比较低潮的时候，你可以去拉他一把。那我觉得在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在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哦，他其实是一个蛮认真生活的人，而且他是那一种就是你的大事小事他都会记住，都会出现在他的行事历上。当他状况好的时候，他其实是就是会拉着你一起往前。他的生活中是非常有创意、有想法的哦，他会带着你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是很让人有可以放心的人。那这个人他有一点狮子座的性格，就是对于他不喜欢的人呢，或是他觉得不适合、没有感觉的人，他就会很爽快一口的回绝。但是对于喜欢的人，他又会变得很像很温柔的猫咪一样，有的时候甚至愿意放下身段去讨好啊，去撒娇，有的时候还可能会争宠，就是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兴趣上，他会有一点小吃醋，就是会有这样子比较任性、比较小孩子气的一面哦。那同时啊，这边有看到说你遇到的这个人，他在学历上可能是还不错的，这个学历或者是经历是还不错的，就是他这种实战能力是很丰富的，或者是说呢，他在学业上啊，在念的学校，或者是他在这个以往啊，在公司的这种成绩啊、业绩啊，都是还不错的。因为看起来他是一个有受过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些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生活的经验、这种实战经验的人哦。他是一个有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某一方面就是有点像是学者的人，特别是对于他喜欢跟钻研的事物哦，你问他的话，他可以去滔滔不绝讲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你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塔罗牌有要说什么讯息哦。强，好，眼睛。我觉得你们两个在相遇的时候，有一方啊，他会是属于这种可能内在稍微比较封闭的一个状况，就是感情上啊比较封闭，比较没有这么开放。我觉得比较偏向是你的能量，就是
你可能因为前一段感情的受挫，或者是说你，就是寻寻觅觅啊，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就是在感情生活中失去了信心，有一点就是没安全感，或者是玻璃心哦。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或者是在重新遇到的时候，其实有一方是这样子，就感觉上好像有一点闷闷不乐，有点郁闷哦。好像背后是有很多故事想要说的，但是又并没有主动开口去说。但是有另外一方啊，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其实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有故事的人，但是好像你就筑了一道墙，并不是让他这么容易的进入。可是这个人啊，他会自己就是想办法进去。他可能就像牵牛花一样，会想办法攀爬上去，或者是在这个城墙外，绕一圈，看看它有没有门啊，有没有窗户等等的。然后他其实会发现，在这个墙里面，其实是会有温暖的阳光，慢慢的透出来，所以他其实会想办法把他的爱啊，把他的光，甚至是把他的一切，就是像这个牵牛花一样，占满整个墙面，就是爬上去看看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那他其实有这种可以把你过往的不愉快、悲伤融化的这个能力哦。这边有出现眼睛嘛，这边也有出现眼睛，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注意着你，观察着你，看一下要怎么样，你可能才愿意开门，或者是才愿意多释放一些讯息，多透露一些东西，多讲一些话。然后我觉得他会试着让你比较放松，就是让你不要想这么多，就是想说以后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然后好像会有很多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跟安全感的一些烦恼哦。同时在生活中又有许多需要去计算计较的事情哦。我觉得他的这种坚持吧，或者是说不顾一切的勇气啊，反而会感染你，让你去让自己的人生小小的冒险一下，然后跟他一起享受一段稍微比较放松而且丰富快乐的这种时光哦。他一直在想办法看着你，接近你，他可能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哦，有的人你们的这个桃花他已经出现在你身边，默默的看着你很久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门，是可以为他打开的，他可能会去悄悄看就是整个墙绕一圈，看看他有没有窗户啊，有没有门啊，可不可以进去啊，等等的，有的人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能量相反的话，可能今天比较属于敲门的人是你，你会用你的热情去融化它，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字卡的部分哦，它是一个你们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好，首先看一下第一张。他是一个宝藏男孩或者是宝藏女孩，这个代表说其实他是有蛮多优点在里面的，可是他这个人的优点也许不是一下子就会被发掘，他是需要去琢磨，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钻石，可是你需要去打磨它才会发光，所以也许很多人就错过了它的好。我觉得他可能不是那种外表非常吸引人的人，或者是说很会说话，很会讨人欢心，就是那种大众情人的感觉，他比较不是，但是他就是一个宝藏，你要是看得懂，就会很喜欢这种人。你要能够去理解他的优点，那这种宝藏男孩跟女孩其实是越深入相处，你越跟他相处，就会越觉得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值得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牌是，他是一个经济稳定的人。刚刚有说过嘛，我觉得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啊，他可能已经有一些积累了。这个经济啊，可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个稳定的事业的基础跟打拼。那有的人可能是
如果他年纪比较轻的话，可能是来自于他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就是可以让他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他现有的这个金流，他是可以好好的处理他手上的金钱的。好，这个人是一个会做家事的人，他会做家事，这一点应该也蛮重要的，就是他比较不是属于少爷小姐，就是吃完东西都不收，然后放在桌上等等的，或者是可能不大会泡泡面之类的。他会做家事，但不知道是做到哪一种程度。但是我想简单的洗碗就是扫地拖地那些应该都最基本的，他都会。好，接下来是永远第一个会站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如果你未来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他其实会站在你这边呢。就是他会第一个先考虑到你的感受，我觉得他这种支持是有一点，不管你对你错，他都会，就是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的感觉哦。同时他在他的人生中，他其实会把你规划到他的未来里面，就是他会把你放到他的人生计划跟人生的蓝图中。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是一个蛮诚实的人，就是说他对你蛮坦白的，应该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太过无聊，就是这个人就是讲话很老实不大会需要担心，这是优点。当然有时候太过诚实，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少了一点点情趣吧，这就看个人怎么想。好，基本上他是一个蛮尊重你的人哦，也就是说他不会强迫你去，就是强加他的一些想法在你身上，他会蛮尊重你的，然后他会去想要去听说你到底喜欢，就是你对于这件事的想法是什么，你真正的想法跟感受等等，他会必须要去知道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尊重你的情绪跟尊重你的想法，不会强压他自己的一个意见，就是要把你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他比较不是这种人。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他会把你放在心上，把你放在心上。好，他其实就是在生活中也许看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会为你留一份，因为他把你放在心上，希望你可以也能够跟他分享，就是像是好看的电影或者是书籍或者是喜欢好玩的事情等等的，他都会希望你可以一起参与。而且对方会愿意陪你做任何事情，陪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是你的梦想你想要创业，或者是你想要去哪一个地方旅行，你梦想很久的事情或者是你们两个会一起存钱买房子等等的，他会把你放在他的人生的计划中。好，可以讲最后一张牌是大方，那这里的大方不一定是经济方面，就是他可能是物质上的大方，那更重要的是包含他情感的付出层面是很大方的。有的人他是属于这种在物质上很大方，可是在感情上其实是比较吝啬的人，当然也有人是相反的。那我觉得他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
这里不仅指的是在经济上，他是还蛮愿意付出的，而且啊，在情感啊、价值观等等非物质层面的这些东西，他其实也会蛮愿意去提供给你，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内在是有爱的人，那他可以将这个爱给你，就是爱屋及乌，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跟家人等等，都会被他的大方所照顾到哦。好，我觉得这个人呢，能够尊重，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互相了解之外，如果两个人要走得长久的话，真的是要尊重对方哦，要同理另外一半，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想法都一样，那不要去试着改变对方，其实是蛮重要的。他如果能够尊重你，就代表说，就算你的某一些点他不是很喜欢，可是他也不会强迫你去改变。对，好，再总结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一个讯息哦。其实我觉得这边比较注意的还是他内在的一个自我的这种批评，他有的时候其实会对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可是这个你们可能比较不容易注意得到，因为我觉得他会是一个比较属于把他的这个面隐藏起来，他可能会属于独自一个人默默的去消化，但其实这个时候他还蛮需要你给他一些温暖的拥抱，或者是就静静的陪伴，这个对他来说就很重要。好，然后我觉得一直看着你们的眼睛真的蛮可爱，因为这副牌出现了好多眼睛哦，这边有6只眼睛，好7、8，总共出现了8只眼睛。可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他喜欢的这个样子吧，或者是说话特别吸引他，可能是笑点很低，或者是某一个人格特质啊，或者是喜欢的兴趣啊，很像，就是非常的吸引他。好，很多的眼睛，非常的可爱的，一组牌哦。好，以上呢就是第3组选到美乐蒂的你们接下来出现的桃花，以及这个对象的个性，还有你们可能的一个相处模式哦。那我觉得是还蛮棒的一个人哦。好，如果你们遇到了的话，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握哦。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牌的观众朋友咯，拜拜。